今天其实还是有两个新闻值得看的，一个呢是12个小时以前，北斗3号系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个卫星呢，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飞行器，作为 GPS 的替代品。我们知道这个北斗是2012年开始试运行的，2018年要求覆盖一带一路，最终在2020年全球组网。其实第一个使用全球导航系统是前苏联，他们有一套叫做格洛纳斯的系统，那么80年代就已经组网了。第二个系统是90年代美国的 GPS， 第三个是伽利略，北斗是第4。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那么北斗为什么要在2020年实现全球组网？那么现在要让它至少能导航飞行器，其实呢都是在做一个预判，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的发生。因为历史上 GPS 曾经有过一个做法，就是它把民用的系统降低了它的精确度。那么虽然说中国现在大多数车船飞机，包括我们手机导航都使用了 GPS， 但是北斗也在逐渐进行替换。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汽车、轮船已经在强制性的安装北斗系统。那么汽车还好一点，这个误差再怎么大，毕竟在地面上。那么渔民呢，相对就比较聪明，他们出了海以后，基本上都会关掉北斗系统，重新开启 GPS。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就今天刚上天的这个北斗第41颗卫星，那么它主要的目的是服务于中国的民航事业。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太好解决，民航系统内有很多飞机是租来的，你即便就有了导航，能够替代 GPS， 这些飞机的产权不是你的，你难不成准备没收人家吗？所以这套系统它本质上还是为军用服务的，在民用领域内只是作为一个备选，一旦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最起码能有一套系统作为替代，即便不能全球组网，它具体到某一些具体的环节，它能把这些飞机弄回来，能让他们至少能找到家，大不了今后国际航班停掉，由国外的航空公司来开设国际航班。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它的本质是这个，不要老去看它长征3号乙是吧，能不能用？发射卫星原来都是一箭多星，现在为什么要一箭一星呢？其实我告诉你，这一次的卫星发射，它的目的就是能够替代 GPS， 让民航有一个备件，就这么简单，它根本就不会搭载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现在航空这个领域呢，相当的搞笑。前面一段时间，航空领域内出现了很多事故，那么
有没有完全解决不知道。那么现在发射的这个东西也是强行上天的，它也没有绝对的把握，甚至事先都没有宣传。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看好像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它。其实这是应该让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它是闭关锁国的一个有效的环节。中共虽然放出了很多谈判的风声，提出了很多让步的条款，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做好了自力更生的准备的。从目前已知的情况上来看，北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套系统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包括原子钟。北斗系统的1号系统、2号系统、3号系统不断的在更新，它涉及到一个授时的问题，所有的精确度跟它是密不可分的。你不用去管这套系统到底是不是比别人更先进，你就记住一点，它的军用比民用市场要更大。中国军队呢是比较奇特的，他们从军备上，甚至从电脑的管理上，从来就没有过设计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军队在设备生产这一块上逐渐进行调整。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出军民融合，从军工部门、军工企业开始融合？其实这个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共军队目前的装备脱离美国的制式。时间紧，任务重，估计完成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北斗上天了，自己的飞机自己能导航了，多少也算是一个心理安慰。我希望大家在看新闻看乐子的同时，能够关注一下，有一些热点它是不应该一带而过的。